每当你向往冲绳蔚蓝的大海、惬意的氛围，准备出发时，是不是交通不便这件事总让你有些迟疑呢？冲绳真的只能自驾吗？或许我这里有另一种打开方式，是穿梭在晨光中的巴士，带你看遍海岸线的每一道蔚蓝，是划破碧波的高速船，一起探寻离岛未经雕琢的纯粹，是贴地飞行的单轨，链接起琉球的历史与都市的繁华，是用脚步丈量的街巷，邂逅陶瓦间的匠心与榕树下的日常。这是一场关于信任与发现的旅程。请跟我一起穿梭公路、车站和码头，来真切的体验冲绳的细节与温度。下一站，浦东1号、2号航站，开右边门，可出站换乘2号线、慈湖线。上海市域机场线的开通，大大缩短了我从家里出发到浦东、虹桥2个机场的时间，也让从虹桥火车站下高铁之后赶去浦东坐国际航班这件事舒服了很多。汇集了不少出境游航线的春秋航空，国际直机队伍很长，不过消化速度还算快。稍微逛了下日上，就要乘坐机场内部的捷运去卫星厅。一旦登机口编号前面有字母 G， 就要注意多留些时间。我在卫星厅使用的贵宾室是170A， 顺着标志坐直梯过连廊就能到。这是我第2次使用这个贵宾室。早餐时段除了有常见的熟食，也有现煮的面档，浇头丰富，有雪菜肉丝、腊肉、酸豆角肉末、素鸡。除了面条还可以煮馄饨，冰柜里还有甜品和三明治。从这里望窗外看飞机起降的视角也不错。很快就到了登机时间，飞往冲绳的这班春秋6977航班机型是空客 A320， 飞机准点起飞，飞行距离792公里，105分钟。临近到达时，看到云层还是非常厚的，有点担心下雨会影响出行。好在穿过云层之后，大海和天空都是蔚蓝一片。关于入境填表，这里提醒大家，虽然纸质和电子提交都可以，但提前在 VJW 线上填写，下机之后通过入境海关检查时都会更便捷快速。我前2天入住的酒店位在那霸机场以北70公里处的信息海滩。早就和大家一样，听说过冲绳公共交通不方便，支付方式复杂，但还是让我找到了几乎直达的方法——立木金巴士。不过它的乘坐地点并不在国际到达出口，而是在国内到达出口外的12号巴士站台，步行需要10到15分钟。立木金巴士的运营模式是机场直达热门度假酒店。冲绳的立木金有 A、AB、B、C、CD、DE 等远近不同的班次，车上提供免费 WiFi， 下车铃在头顶上方。CD 线停靠的酒店集中于冲绳岛中北部，车程前半段都走高速，中间会经过冲绳岛最窄的地方，左侧是东海，右侧4公里处就是菲律宾海。这一路最幸运的事就是看到了非常完整的彩虹，在行程一开始就看到彩虹，心情更多了份舒畅。下高速之后，巴士就开始辗转停靠各家酒店的大堂，站点超过10处。CD 线终点站金秀喜濑海滩酒店往北300米就是我入住的 BW 信息海滩酒店，楼下就是信息巴士站，只是班次确实有限，只有串联那霸市和名护市的20路和120路，实质上就是一条路线2个编号。我专门下楼拍了时刻表研究，但第2天早上去美丽海水族馆并没有用上这趟巴士。虽然住的是海滩酒店，但第1晚都是只闻其声。第2天早上拉开窗帘，沁人心脾的景色才真正扑面而来。左手边的布赖明甲沐浴在晨曦中，右手边是安和海岸，眼前的一切都恬淡而平静。
酒店早餐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参考我冲绳酒店篇的视频。没想到去美丽海水族馆还是坐上了利木津巴士，直达不换乘这个优势太明显了。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中间遇上了修路，堵车耗掉了将近1个小时。这时候的我还没意识到这1个小时会对后来的行程有多大的影响。美丽海水族馆是在海洋博公园内部的，可下车之后听到的并不是海浪阵阵，而是沉闷的支奴干军用直升机呼啸而过的声音。这段小插曲之后，水族馆借景伊江岛的入口也到了。检票进入之后就是3楼浅海区域，这里的珊瑚由人工成功培育30年，数不清的热带鱼游弋其中。还会有从上往下的视角，观察礁池中海星、海参等小型生物的活动状态。冲绳的热带鱼主要有蝴蝶鱼、莺歌鱼、刺尾鱼等品种，如果有机会出海潜水，你也能在天然的海水中发现它们的身影。这一部分的独立水槽里会有狮子鱼、虎斑乌贼、月亮水母，还会有非常特别的花园鳗。这个水槽肉眼可见人气非常旺盛。当然海马、仙后水母和橙斑马豚也非常受欢迎。不过说到底，来美丽海水族馆人人都会拍照留影的还是最经典的黑潮之海，高10米、长35米、宽27米的巨型水槽。水族馆的象征金鲨金达已经在这里生活30年了。如果你想像看电影一样，在一个地方舒舒服服的坐着看黑潮之海，那可以来美丽海剧场，因为正面视角通常是人满为患的，即便是在来回折返的长长斜坡上，也站满了举起手机、相机记录这个壮观场景的游人。看着鱼儿们飘逸的游动，你会觉得比起人类，它们自带慢镜头。除了金鲨之外，黑潮之海里还有鬼蝠鲼、黄鳍金枪鱼、煎鱼、生鱼这些冲绳本土鱼类的身影。室内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室外的表演观赏性也很强。不过会不会中途出去看了表演就没办法再继续室内游览了呢？答案是不用担心，美丽海水族馆的门票可以再入馆，只是又要重新回到3楼入口。水族馆有海豚表演相关动物福祉措施的官方声明，比如行为变容法、水温调节等。整个表演结合冲绳传统音乐，呈现的是饲养员和海豚之间的积极互动。随着海豚的精彩演出，现场观众常常有阵阵欢呼。室外除了海豚表演，还有海龟、海牛饲养的场馆，方便大家去了解海龟的繁衍习性和海牛的进食场景。再入馆时，刚好遇到了工作人员潜水清洁鱼缸。另外，还发现了黑潮之海有个视角不错的亚克力顶盖仰视区域。美丽海水族馆设置了专门的购物区，既有像花园鳗、海牛、金鲨、海豚等玩偶的出售，还有联名金楚糕、华夫饼等零食。因为要赶时间去古宇利岛，我现场点了炸鸡块和金枪鱼块，味道马马虎虎吧。从石川入口这个车站乘坐往名护巴士总站的车，就能去往古宇利岛的方向。如果是分段收费的巴士，请大家注意在上车时抽取整理券，留意券上的号码对应的车费。在自己的下车站是次站时，按响下车铃，等车停稳之后，走到驾驶位旁，将车费和整理券交给司机。从美丽海水族馆往古宇利岛没有直达巴士，我在金龟人城入口下车，
准备换乘绕行古宇利岛1周的 YKB 4岛线。这是一段奇妙的巴士时光，4岛线的司机大叔非常健谈，一路上不停拉着我和一位从静冈来旅行的女孩聊路边的冲绳特产，甚至火龙果他都知道怎么用汉语来读。当我们都在感叹古宇利大桥景色壮观时，大叔突然话锋一转，聊到了和乘换 Navitime 上不一样的出岛末班车时间，这让我改變了环岛的计划，在进岛的地方就下车。これバスがね3時50分出発。はい、これが4時半。从进岛处的岛之驿往南走，就是古宇利海滩，粉蓝色的清澈海水，灰色的大桥和远处的山丘，伴着清风阵阵，真是太惬意了。可因为要赶末班车，古宇利岛的停留时间也就只有半个小时，连海洋塔都没有时间去。自行车出租的价格也看到了，但这次没办法骑行，我把希望寄托在了后天要去的座间卫岛上。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上车时买走了一包黑糖红玉干，这样回到住处还能继续品尝这座海蓝山青神之岛的味道。希望如果之后再有机会来冲绳的话，能在古宇利岛住一晚。伴随着海面金色波光，我和大叔还有同车往返的北海道阿姨继续聊着路上的风景，直到我们在金龟人村一场下车，坐上马路对面南下的 YKB 888机场线。虽然和利木津地区一区巴士类似，都连接冲绳岛南北，但 YKB 888不是预约制购票，而是在上车向司机说明目的地时购票。这也就意味着，就算等来了它，也不一定有座可以上车。冲绳岛北部的名护市区游人较少，也没有大型购物中心。市营市场虽然公告营业到晚上10点，但不到6点，很多店铺就已经打烊。在吃过宫崎牛烧肉，看了看无人饺子售卖处之后，准备乘坐120路返回信息海滩，又差点因为看反行驶方向错过末班车。还好在车到之前10分钟发现了这个疏忽，不然就要打车回酒店了。那么冲绳岛中北部的公共交通行程就介绍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感受如何呢？下一期我将前往那霸市区，使用单轨列车的市区购物之旅，还有乘坐高速船前往座间卫的离岛之旅，有什么精彩看点和重要心得呢？敬请期待。